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佛历4月下初8，万象晴，17到31摄氏度。今天是佛日，提醒各位听众别忘礼佛，祝愿大家都能积功德、结善缘、得福报。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6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6.4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0.68基普，跌幅0.1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1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7基普，跌幅0.24%。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06.69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14点，跌幅0.19%。开盘1110.44点，最高1122.19点，最低1106.69点，成交量86700股，成交金额12214万9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50基普，交易量782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350基普，交易额105716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164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6万基普，跌幅0.1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3月1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3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5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3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2025年湄公河澜沧江对话论坛在万象举行。3月20日，湄公河澜沧江青年外交官对话论坛在万象举行。老挝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松本锡哈纳特先生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国驻老挝大使馆政治处处长涂长信先生也出席了开幕式。论坛旨在为成员国的青年外交官提供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探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以及区域和国际形势。与会者还围绕青年外交官在未来中的角色主题进行了讨论。老挝常驻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代表永战塔拉西先生发表了演讲。湄公河澜沧江合作机制于2016年3月23日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该机制旨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合作。2. 老挝媒体参观日本政府援助项目。3月19日，日本驻老挝大使馆组织老挝媒体参观了日本政府在万象实施的经济合作援助项目。此次活动旨在庆祝老挝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老挝媒体参观了多个日本政府援助的项目，包括金纳墨水处理中心、残疾人妇女协会、塞塔提拉医院、老挝日本研究所以及老挝产品展销中心。这些项目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专家和志愿者负责实施。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先生表示，日本与老挝的经济合作始于1969年，援助形式多样，包括南俄1号水电站建设、老泰第2友谊大桥、9号公路修复、巴色大桥建设以及瓦代国际机场航站楼改造等。此外，还有农业项目，如塔农灌溉项目、多所中小学的建设和修缮、数学教材改进项目以及公共卫生项目，如塞塔提拉医院和占巴塞省医院的改造、偏远地区卫生站升级、疫苗捐赠和医护人员技术培训等。法律领域的项目包括民法典的修订。3. 琅勃拉邦将举行为期10天的2025老挝新年活动。
2025年老挝新年庆祝活动将在琅勃拉邦举行，为期10天，从4月11日至20日。琅勃拉邦省政府已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各项准备工作。琅勃拉邦市长维安通哈萨占先生于3月19日宣布，新年庆祝活动将包括多项传统活动，如宋干小姐选美、大象游行、龙舟比赛、大型沙塔建造、花车游行以及琅勃拉邦佛像沐浴仪式等。维安通哈萨占先生呼吁各族民众、公务员、军人、警察、企业家、服务行业从业者等积极参与，共同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并在人力物力上支持此次新年庆祝活动，确保活动气氛欢乐、圆满成功。4.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清洁活动。3月20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万象的办公区周边开展了清洁活动，活动由检察院的公务员以及群众组织的成员共同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人事局局长彭提萨瓦利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清洁活动旨在为迎接3大历史性节日营造氛围。她强调，此次活动是为了让这些节日更加隆重和有意义。5. 中老泰三国共商跨境铁路运输发展。3月18日，中老铁路公司在万象召开了中老泰三国铁路运输发展研讨会，会议由中老铁路公司总经理刘洪主持。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西哈拉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总裁维利阿姆拉潘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提升三国跨境货物运输效率，特别是推动中老泰及马来西亚之间的铁路货运服务，以实现更高效的物流连接。三国将共同制定计划，建立管理机制和协调机制，以促进跨境运输的顺畅进行。会议还重点讨论了解决万象南站转运问题，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水果运输高峰。6. 沙湾拿吉欢乐节正式开幕。3月19日，第5届沙湾拿吉欢乐节在沙湾拿吉古城旅游区正式开幕。沙湾拿吉省长本乔乌本帕塞出席了开幕式。沙湾拿吉省副省长兼活动主席林通塞塔万女士表示，沙湾拿吉政府组织此次欢乐节，旨在展示该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古老建筑、悠久的历史文化和9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同时，活动还展示了当地居民的手工艺品，旨在增加收入、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国家、省、市、村和家庭经济的繁荣发展。活动期间，游客欣赏了来自6个村庄的民间艺术表演、沙湾拿吉省各学校学生的文艺表演，并参观了各类商品展览。今年特别邀请了来自泰国8个省和越南1个省的企业参展。7. 华潘省警方对青少年进行培训，整治摩托车改装行为。3月11日，老挝华潘省桑代县交警对2名青少年进行了交通法规培训。这2名青少年因改装摩托车、制造噪音、超速驾驶等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被警方查获。桑代县交警扣押了这2辆摩托车，并对驾驶者及其监护人进行了警告和教育。随后，警方要求他们将摩托车恢复原状，并责令监护人继续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8. 老挝啤酒与琅南塔农业研究中心合作，首次在老挝种植和收获大麦和小麦。琅南塔省农业研究中心是老挝首个研究大麦和小麦的机构，该中心试种了8个大麦品种和150个小麦品种，种植面积为5公顷。研究中心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3月进行了首次种植，生长期为90天，目前正准备收获。琅南塔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巴迪占塔努翁表示，此次试种旨在筛选出适合当地气候的优质品种，并将其推广给农民种植，以增加家庭收入。技术团队对目前的成果感到满意。为支持研究和开发，老挝啤酒公司提供了超过2亿基普的资金，用于老挝啤酒可持续种植推广项目中的大麦和小麦试种。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